2025年，各大影视平台早就开启了暑期新剧的预热模式，预告片、物料一波接一波，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但对很多剧荒的影迷来说，等实在是太煎熬了，不如趁现在回顾一波曾经引发全民追剧狂潮的佳作杨紫、李现合作主演的《国色芳华》。说起这部剧，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年度古装黑马。从播出那一刻起，它就凭借极高的服化道水准、真实细腻的情感描写以及强大的演员阵容，迅速霸占各大平台热搜榜单。尤其是杨紫饰演的何为芳，一位从市井商家逆袭成为长安第一女商人的角色，在她的演绎下既聪慧又有烟火气，赢得观众一致好评。而李现饰演的蒋长阳则从风流不羁逐渐转向铁血深情，两人的化学反应更是让 CP 粉磕到停不下来。更让人惊喜的是，这部剧没有一味走甜宠老路，而是在甜中带虐，虐中藏甜，把角色成长与命运交织的极为自然。比如何为芳从被退婚到创立药铺，卷入朝堂权谋的过程，既然又稳，处处充满张力。蒋长阳一场假死脱身让全网痛哭，那句我护的不是江山，是你更是戳中心吧。除了主线出彩，剧组在美术、摄影、服饰上的用心也让人惊叹。牡丹花海、唐风市集、波斯商队等场景全是实景搭建，每一帧都美得像画。不少网友感叹，这才是有质感的古装剧。现在《国色芳华》的续集《锦绣芳华》也已经定档暑期，杨紫、李现原班人马回归，故事全面升级。趁新剧开播前，不如重温一下前作，再次感受国色天香的魅力吧。2025年，古装剧迷的春天真的来了。杨紫和李现携手回归，二搭出演《锦绣芳华》，这对国色 CP 强势重聚，直接让 CP 粉们欢呼梦回2019。从亲爱的、热爱的到国色芳华，再到如今的续作上线，这简直就是课堂党的狂欢年。这部剧的看点不仅是高颜值的主演阵容，更是一整个唐风宇宙的沉浸式体验。制作团队砸下重金，搭建出真实感拉满的长安街市、药铺、王府、花海，再加上杨紫87套高定华服，李现20斤重的战损铠甲，每一幕都能截图当壁纸。尤其是那些充满大唐神韵的文化细节，如群纹样、妆面花钿、粟特语对白、吐鲁番之物复刻，网友直呼比纪录片还讲究。这次杨紫饰演的何为芳不再是单纯的第一女商人，而是经历亲情与背叛后，挺身而出创立毋庸堂，在庙堂与江湖之间步步为营。李现饰演的蒋长阳则为了查清真相上演假死脱身，两人在雪夜诀别、金甲重逢的桥段让人直戳泪腺。剧情已经上线预告片，节奏紧凑，情感线饱满，一开口就是大格局。从朝堂权谋到民间医道，从百姓烟火到国事家仇，每一条线都藏着惊喜和彩蛋。还等什么？追剧之前，先跟着小编的步伐，一起提前解锁这场美的不可方物的盛唐之旅吧。在国产古装剧百花齐放的时代，国色芳华凭借独特的题材和浓厚的大唐风情，成为了不少剧迷心中的一股清流。这部剧改编自一千众的同名小说，背景设定在唐代盛世，以牡丹这一象征权贵与华美的花卉为切入点，讲述了一段女性成长与逆袭的动人故事。女主角何为芳出身牡丹世家，自幼便深谙花艺之道，本可安稳度日，做一位在花丛中沉静绽放的女子。然而命运突变，家族突遭变故，她被迫从闺阁之中走出，直面风雨与人心。在动荡与流言中，她没有崩溃，
反而凭借坚韧的意志和过人的智慧，重新振作，挑起了传承花艺的大梁。他聚集起一群身世各异却同样命运多舛的女子，有人曾是官家小姐，有人出身市井巷弄，在世俗眼中她们或许微不足道，但在何为芳眼中，每个人都值得拥有自己的盛放时刻。他带领众人重整家族花坊，将花艺之道与商业之术巧妙融合，不仅令花坊焕发生机，更一步步踏入京城商圈，成为长安城名动一时的牡丹女商。国色芳华不止于古装与爱情，它是一封写给东方女性的赞歌，是一幅描绘理想家国与个人奋斗交织的时代画卷。在牡丹花开花落之间，展现的是柔中带刚的女性力量，也是面对命运不公时那份不甘与奋起。这部剧既有视觉上的盛唐繁华，也有精神上的温柔革命，值得每一位热爱古装剧的观众细细品味。何为芳由杨紫饰演，出身商贾之家，自小聪慧伶俐，对牡丹养殖颇有天赋。然而，在那个讲究门第与权势的年代，出身低微终究成为他命运的桎梏。为了攀附权贵，他的父亲不顾他的意愿，将他许配给了一位名声在外的风流子弟，一个只懂逍遥快活却不懂责任担当的纨绔。婚礼当天，喜乐喧天，宾客满堂，但何为芳的眼神里却没有一丝喜色。他明知这一段婚姻不过是一场交易，但身为女儿，她只能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成婚之后，丈夫更是对她不闻不问，日日花天酒地，而她只能独守空房，静看窗外花开花落，日子一日复一日的流逝，仿佛被困在一座看不见的牢笼中。原本她已做好准备，就这样在孤寂中度过余生，但命运并未就此罢休，家族突逢变故，一夜之间家道中落，父亲失势，夫家无情，他从昔日的商贾千金沦为众人避之不及的弃妇。可也正是在这一次次的打击中，何为芳逐渐觉醒，他开始不再依附任何人，而是靠着自己一步步重新站了起来。他没有被命运打垮，反而在沉默中汲取力量，为后来的凤凰涅槃埋下伏笔。正如那句老话所说，牡丹虽美，须根深土后，方能傲立风中。而何为芳正是那株注定要盛放在风雨中的国色牡丹。但真正让何为芳心如死灰的，并不是丈夫的冷漠，而是她的背叛。在她独守空房，默默操持家中事务的日子里，那位本就风评不佳的夫君，竟又勾搭上了郡主。这不仅是情感上的背叛，更是在整个长安城社交圈里对她莫大的羞辱。她商户之女，竟被一脚踢开，之为成全权贵与门第的苟合。传言飞满天，流言蜚语像刀一样割在人心上。面对夫家与舆论的双重压迫，何为芳却没有崩溃。她不哭不闹，也不再委曲求全，而是以令人震惊的冷静与果断提出和离。哪怕郡主在背后施压，哪怕这场和离会让她失去最后一点社会体面，但她不在乎了，因为她早已明白，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婚姻并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她不是谁的附庸，也不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小女人。更重要的是，她有足够的能力养活自己。她从小就跟随母亲学习牡丹的培育与嫁接之法，对药草之性与花卉之道都有深厚造诣。她知道自己的未来不靠任何人施舍，而要靠双手亲自打造。和离之后，她毅然离开夫家，租下破败的宅院，亲手搭建起属于自己的花坊。这一刻，她不再是被背叛的妻子，而是一个重获自由、重新掌控命运的女人。风骨与清醒共存，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在盛唐之世，牡丹被誉为国色天香，可遇而不可求。可即便是最难养、最稀罕的品种，
只要落到何为芳、杨子氏的手里，都能开出万紫千红。他不仅掌握着牡丹的育种之法，更懂得如何因地制宜，调节气候，选配土壤，把一株株濒临枯萎的名贵牡丹救活如新。靠着这门祖传技艺，何为芳从最初在长安西市摆摊卖花做起，到逐步打开贵妇名门市场，再到创立自有品牌花享容，成为长安城炙手可热的女商人。她不仅卖花，更贩卖一种关于美的幻想与尊贵。花享容名号一出，甚至有外地贵人专程入京，只为定制一盆活着的传世牡丹。而在何为芳声名鹊起的同时，一个身穿华服、吊儿郎当却总在他身边晃悠的男人蒋长阳李县士也逐渐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是朝廷钦差，表面上是个风流倜傥、游手好闲的花鸟使，实际上却是手握情报、生杀可断的天子近臣。他看似不经意的每一次出手，背后都藏着巨大的谋略，而对何为芳的接近，也从最初的好奇和试探，演变成真正的倾心与守护。两个身份迥异、性格分明的人，在波诡云谲的权谋之下，逐渐产生情愫，也在一次次生死交锋中，携手为彼此撑起一片生机。自从认识了何为芳，蒋长阳就对这个外柔内刚、聪慧坚韧的女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再只是默默观察，而是以实际行动表达支持，将自己宅邸中清幽宽阔的后院让出，任由他种植花卉、调试花土，甚至破例为他提供官方渠道，把花坊的生意从民间推广到宫廷贵胄之中。在这场花业改革中，何为芳与蒋长阳联手，携手几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将牡丹花香以千百种形式渗透进长安的大街小巷，有市井百姓悬挂的香囊，贵妇闺阁中的花茶，还有宴席上精巧别致的牡丹糕点。原本只是商户之女的她，逐渐站到了能与朝廷权贵抗衡的高度。而在这场合作中，两人也在不知不觉间靠得更近。他欣赏她的魄力与谋略，他敬重她的才华与坚韧。他们从最初的合作搭档，到后来的彼此依靠，感情悄然萌芽，却在危机四伏的时代背景中愈发坚定。国色芳华不仅仅是一部讲述花艺与商道的古装剧，更是爱情与成长并重的佳作。在这个故事中，既有步步为营的经商智慧，也有细水长流的感情线索。爱情、事业、宫廷、文化，每一条线都铺陈得恰到好处，让观众在视觉盛宴中也品出了人生百味。在演员阵容方面，国色芳华无疑是一大亮点，尤其是男女主角的选择堪称梦幻联动。李现与杨紫继《亲爱的》《热爱的》之后再度合作，两人曾凭借同年韩商言一角掀起全民 CP 热潮，如今在古装剧中再度携手，不仅让老粉沸腾，也吸引了大批新观众的关注。这一次的重逢，不再是现代甜宠，而是在波澜壮阔的大唐背景下展开一段复杂又深情的情感纠葛。从预告片和路透来看，两人不仅默契不减，甚至在古装氛围下展现出更强烈的化学反应。无论是对手戏中的情绪张力，还是眼神对视时的微妙情感流动，都令人科感十足。更重要的是，李现与杨紫这几年在影视领域的成长有目共睹。李现逐渐从偶像男主走向硬汉路线，尝试更多情绪浓烈、性格复杂的角色。而杨紫则凭借多部热播剧稳坐90话一线之位，其对角色的塑造力与情绪表达力不断提升。两位演员此次在国色芳华中的角色设定也颇具挑战性，一个是隐忍蛰伏的花鸟使，一个是在风雨中逆生长的女商魂。两人强强联合，注定会为观众奉上一段既热血又动人的传奇故事。
这不仅是 CP 粉的狂欢，更是演技与实力的精彩对决。